嗨，大家好，我是 Coco。那现在我是在纽约的地铁站内，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中央公园我们又来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我们现在需要穿过它到公园的另一边。走了大概20分钟，总算是快到了。那看到这么多艺术家的小摊，或许你也猜到了。没错，我们来到的是大都会博物馆。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海报，今天是萨金特与巴黎特展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是今天特意过来看它的展览。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just fantasy? 这次的萨金特和巴黎的特展是大都会博物馆和巴黎奥赛博物馆一起策划的，也就是说，今天在纽约展出的这些作品，很快就要打包运往巴黎去那边展览了。这里一共展出了大约100件作品，全部都是萨金特在巴黎早期创作的。那这么多作品，我们从哪一幅开始讲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八卦说起吧，毕竟，人类的天性嘛。说起萨金特的大瓜，还得看这一幅 Madame X。这是他最出名的作品，但是同时也差点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当时萨金特刚刚混入巴黎沙龙圈，急需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于是这一幅画就出现了。画中的女士并不叫 X 夫人，她的真名叫高特鲁夫人，是一位以冷艳美貌出名的巴黎社交名媛。她身上穿着一袭黑色低胸礼服，这件礼服并不是萨金特挑的，而是她自己选的。在当时的肖像画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般都是画师给模特选衣服。萨金特还把她的皮肤画成了一种苍白近乎粉蓝色的色调，整个人显得很高冷，令人难以接近。注意看她右边肩膀上的那条肩带，总感觉有点别扭。其实这也就是这幅画的巨大争议所在。最初在展出时，这条肩带是滑落下来的，在当时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巴黎上流社会认为画中人物的姿态和服饰太过性感和挑逗，加上高特鲁夫人本来就有一些名声上的传闻，所以大家都把这幅画解读成对她放荡的公开处刑。想象一下，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佬在巴黎搞出这样一幅作品，这法国人哪能受得了？结果就是萨金特被疯狂的攻击，最后可能是因为被喷得太狠了，只好把那条肩带又改了回去。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没能在法国站稳脚跟，于是只好带着这幅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转战伦敦，在英国重新开始。而高特鲁夫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被整个巴黎上流社会排挤，家人也被迫离开了巴黎。就在 X 夫人的旁边，还有一幅一模一样但却没画完的画，这是萨金特画的一件复制品。当时的画家都喜欢复制自己的作品，用来自己收藏，送给朋友，或者是拿到其他地方展览。萨金特本来是打算卖给高特鲁夫人一幅，然后自己收藏一幅，但是因为争议太大了，最后也没有完成。说起来，高特鲁夫人还挺冤的，因为这幅画并不是他委托萨金特画的，而是萨金特选中了他作为自己征服巴黎沙龙的一张名片。在萨金特一次又一次的恳求下，高特鲁夫人就同意了。萨金特在他的庄园里为他画了很多草图和画像。那讲了这么多画像，你可能也会好奇，到底高特鲁夫人长什么样子呢？那她长这样，是挺漂亮的，但是怎么有种原相机和美颜之间的差别？只能说萨金特一个字，绝。那八卦我们就讲到这里，继续来逛展。除了 X 夫人，展厅里还有一幅闪闪发光的画，没错，就是这个穿红色睡袍的男人，确实是非常帅呀。除了帅气的外表，Pozzi 医生本身就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本职是妇产科大夫，但他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作家、翻译和艺术收藏家。但在感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婚外情一大堆，私生活是相当的丰富。而他最后的结局也非常的戏剧化，竟然是被自己的一位病人开枪打死的。所以你要说的话，他也算是医闹的早期受害者了。怎么讲着讲着又跑远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幅画本身。如果你拿Pozzi医生的照片和这幅画对比，你就会发现萨金特并没有把他画得那么的阳刚，反而是很阴柔、很浪漫的感觉。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居家睡袍，左手随意耷拉在腰间的红绳上，右手放在胸前，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质。
萨金特特别擅长画手，他几乎不会用那种千篇一律的动作，而是经常画一些微微弯曲、带点变形的手势。通过这种细节，他能把人物的性格和画面的张力表现得更丰富。这幅画画的是亨利·怀特夫人，她的丈夫当时是美国驻巴黎的外交官。这位夫人对萨金特来说非常重要，她是萨金特开启接单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贵人，是第一个委托他创作的上流社会成员，算是带着萨金特成功的打进了那个圈子。那萨金特当然也没让他失望，这幅肖像画画得非常精致，尤其是那条白色长裙，布料的质感刻画得非常生动，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萨金特也很喜欢给他的朋友画头像，但是摸鱼嘛，那肯定比给金主画画要随意得多。比如这位大姐，身体是完全没有细化，难道说大师也有画不下去的时候？再来看一看这一幅，这是萨金特童年时期的好朋友 Violet， 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艺术史学家和作家。大家可能觉得萨金特把她画得特别的英气，其实她本人的眼神要更加的犀利，你甚至可能会怀疑这是男生还是女生。那这就对了，因为她本人就是拒绝传统性别规范的，并且她的笔名也很硬，叫做 Vernon。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几幅画，怎么样？看完之后是不是很想喊出那个男人的名字？没错，就是他，莫奈。萨金特和莫奈其实是认识的，萨金特还曾经专门去拜访过他，两个人也一起在户外画过画。所以你会发现，萨金特在光影的处理，还有那种松散的笔触上，其实都有一些印象派的影子。不过呢，萨金特本身是学院派出身，他的作品既不是纯正的学院派，也不是典型的印象派，而是把两者融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萨金特还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就不一一介绍了。整个展厅逛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有意思的是，虽然人挤人，我还是在很多画前看到了不少热爱绘画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在安安静静地临摹着萨金特的作品。你说这也太装逼。展览的最后还有一个互动区，墙上有法国人当年对 X 夫人的评价，他们说这是萨金特今年最烂的肖像画。那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这里留下你自己的大作。最后的最后，大都会当然不会放过萨金特这个大 IP， 这里有非常多的周边。X 夫人的铅笔，是不是用了这支铅笔，我的画技也能大大提升呢？如果你还记得这幅画 ，X 夫人的头上戴着一个月牙形的发饰，这其实是狩猎女神戴安娜的象征，或许是在暗示她身上那种冷艳危险的气质吧。本来我是想买一本画册留作纪念的，但是太重了，想着逛一圈再回来买吧，结果再回头一看，东西全都撤了。那今天萨金特与巴黎的特展我们就逛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别急，视频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刚刚在展厅里看到很多人都在临摹萨金特的作品，那我现场也画了一幅，大家觉得怎么样呢？